在郴州大山有一处神秘的洞穴，它需要爬上险峻峭壁方能抵达。他离约而立，登上山顶，我们先看到的是一座天然的石桥，它叫川大，都是历经上亿年才形成。而那个神秘的山洞就在旁边，它叫黑潭，也叫土匪洞。洞内藏存一些房屋遗迹。这是一个龙石洞穴，总面积达5000平方，可以容纳数千人。它是由亿万年的风、水与时间共同雕琢，却在乱世之中成为传说中土匪盘踞的天然堡垒。而我们今天将沿着险峻的小径，穿越深山，走进这座集天地造化与人间传说于一身的秘境。Hello， 欢迎来到三立星河图，我是三立。我现在呢位于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。我今天要带你们来的这个景点呢，是一个很多当地人都不知道的小众景点，它叫黑潭，也叫土匪洞。它是被称为丹霞第一洞。我们要去往这里呢，会遇到郴州的特色丹霞地貌风景。哇，你们看，这里呢也有这些紫麻，也是具有中药价值的。这个紫麻呢，它是可以吃的，然后也有很多功效，清热解毒啊，还可以就是说你这里牙痛的话也可以有这个相对的效果。它的味道有点清甜清甜的，然后吃上去感觉特别的清爽。你看，还有这种，这个呢，我知道它在我们这里啊，它叫白花茶。这个果实也是可以食用的哟。你看我们这里这个湖南，好多这些中药材呀。它的果实也是那种清甜的，然后味道的话会有点像那种蓝莓的果实。这个我觉得你们在山上遇到了一定要尝试一下，特别好吃。我们要上去那个黑潭呢，这里是其中的一条小道，然后也是属于没开发的一个小众景点吧。我跟你说，我以前在上面没围栏，我都爬上过去过，怎么就不能上啦？你以前你看你这几天都不玩水。看来这一条路还是劝退了很多人。刚刚那一帮人好像是因为爬不上去，就原路返回了。哎呀妈呀！你们看，哎呦，这个路是真的有点滑。我刚刚看他们就是在这里爬，这里好像就是爬不上去，现在原路返回了。我感觉这个路其实看着好像还好哈，不知道爬上去会不会有艰难啦。好像它这里确实是有点滑的，你看这些泥土啊，都是被人滑过的一些脚滑的痕迹。但是上去的话还好吧，它有这些竹子，至少有着力点。
你看这里呢，这个藤都被人家手抓的特别光滑了。你们看到这里呢，它是有2条道，这2条道呢应该都是人为踩出来的，都是能爬上去的。我们今天就走这里吧。所以啊，你们来的话一定要穿防滑的鞋哦，不然的话，你一脚滑，一输噜就掉下去了，那就这里青一块紫一块了。其实这里呢，虽然说是一个小众景点啊，然后也没有开发，但是这里啊还是有很多当地一些游客，还有甚至有一些广东的人啊来这里打卡。你们看。这个山路呢，完全就是野路。你们看，我们现在呢已经到了，这里呢是穿堂，它也叫天生桥。这个穿堂呢，你看是一个天然形成的一个穿洞，然后它宽度的话在50米左右，高的话在30米左右。我们经过这个穿堂呢，再上这个暂避而成的一个石阶啊，上去就能到达黑塘了。穿堂和黑塘呢相差大约至100米左右，相差不是很远。你看这个台阶啦。还是有点惊险的呀，因为它左右两边呢都是悬崖。以前的话，这里还是没有加这个护栏的，现在加了护栏的话，倒是安全很多。你看，它这个台阶呢，只能1人走过，看上去非常的狭小。但是以前你看，去那个土匪洞呢，它只能走那些土匪啊，只能走这么一条小道通行。真的是走到这里啊，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形式。你看这个台阶呢，一看就是以前的工人啊手工暂避而成的。走到这里呢，是不是让你们觉得这里呢就是郴州独有的丹霞地貌的景色了？你们看这一片山，全都是丹霞地貌。然后你们看呢，这里呢还有一块石碑。这块石碑应该是新打的，你看它叫黑塘穿塘。黑塘呢就是那一个天然的山洞，也叫土匪洞。穿塘呢就是这一个天生桥。好了，我们接着向前爬行。哇，我感觉这个台阶的话，有一些的话都直接是斜的。要是没加这个栏杆护栏的话，我感觉可能真的非常危险呀。
你看这些凹槽呢，直接就是在这里，应该就是用那工具啊，给敲了一个洞出来，就可以有一个下脚的着力点。呀，我们现在呢，终于爬上了刚刚那一个陡峭的崖壁了。你看，上来之后呢，这里是有一个岔路口，这一条岔路口呢，应该就是去往那个川塔那里，就是那个天生桥。这里呢，就是去那个土匪洞了，也叫黑塔。你看这一路上呢，还是有很多徒步者啊，也是在这里绑了很多的彩带。难怪我们刚刚来的路途中呢，遇到了好几批人，他们都是原路返回的。我一开始不明白为什么，直到走到这些路了，我才知道。但是我感觉啊，这个路算不上惊险，因为我们走了很多惊险的路了，这些路对我们来说有点小意思了吧。你看，这么一条悠悠的小道了，走在这里面，感觉非常清爽凉爽。哦，还有好大一股的花香。那个花香，哇，应该是这个。这个呢是油茶树的花朵，这种花香呀，我不知道，我闻着我觉得特别舒服，好好闻。可惜呢，找不到一款香水是跟这种花朵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。你看这里也有，哇，真的，一走进来我就闻到这种油茶树的花朵的味道。你们看，这里呢是有一个，也是一条小道，但是这些树呢全都塌陷了，所以我们只能穿过去。这里还有一个这种藤蔓，这个地上呢吊满了很多这种山茶花的那些花朵。所以啊，你走在这里啊，这一路都能闻到那种花朵、茶花的香味。你看，这一片也都是那些茶花的花朵。哇，我可太喜欢了！你们看，这头上全是这个花，太香了吧！啊，我真的有点爱不释手。我们继续启程吧。穿出来就一片宽敞了。
你看这一条路了，全都是要就是靠这种钻来钻去。有没有？哇塞！你们看这一条路真的是也是非常的崎岖呀！呀，妈耶！你们看这个路啊，全都是一些狡猾的。我怎么看这里有点像爪子印啊？谁的爪子在这里留下条痕迹？哎，家人们，我们好像快到了。你们看，这呢就是土匪洞了，终于到了。你们看，这个天然的山洞是不是具有湖南郴州独有的丹霞地貌？哎呀！这条路真的是完完全全的一条野路呀！虽然我们以前走的那些地方也都是这些野路，但是我感觉走这条路完全是走得我一身汗呀。可能是因为它太多杂草了吧，然后又是穿又是爬的，然后地还比较滑。你们看，这呢就是土匪洞了，也叫黑坦。匪这个字呢，在正统史书里啊，往往带着贬义，但是在民间叙事里呢，特别是在湖南这样的地方，许多土匪啊，其实是乱世中活不下去的农民，或是反抗压迫的团体。感觉这个洞特别的宽敞。而且这个洞呢，我一走进来能感觉到特别的凉快，属于天然的冬暖夏凉。你们看这里呢，也是这种青石条，应该也是靠以前的人工啊人力一条条背上来的。这里也是。然后这个洞穴呢，为什么会叫黑坦呢？其实黑坦这个名字啊，在郴州地区是用来指代那些由自然崩塌形成的天然洞穴，所以呢，这个土匪洞呢也叫黑坦。
哇，你们看，这个山洞里面呢有很多这种大大小小的一些洞。我听说呢，这些洞啊，因为这里呢是土匪洞，然后这些洞呢是以前有些人想要来这个土匪洞里面寻找宝藏，看里面有没有黄金，就挖了这些大大小小的洞来，然后用那个金属探测仪来里面探测。所以呢，这里面你们看，一大片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小的、大的那些山洞。这个洞里呢，还有很多这些大石块在这里面。你们看，这个洞呢，上面还开了一条很大的裂缝。你们看这里呢也有一个小小的洞口，这个洞口呢是有另外一条通道可以走上来，就应该是我们刚刚路过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分岔路口，一条小道，但是我们选择了走这面一条道。你们看啊，这个洞呢它是非常的宽敞又平坦的。这个洞的话，它的宽度啊大概在超过120米，然后总面积的话大概在5000平方米，据说呢可以容纳数千人。你们看，这个洞里的这些崖壁啦，还有很多这些小洞，不知道这些洞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哦。我们来到这个湖南的这个丹霞洞穴呢，和我们以前拍的那些喀斯特洞穴啊，完全是不一样的。这里呢没有钟乳石，因为岩石成分的不一样。但是它的美呢是一种宏大粗犷原始的空间美感。你们看，这里呢就是一个以前土匪搭的堡垒了。你看这些房屋呢，其实它们非常的简易。又没有屋顶，直接呢是以洞顶为盖。里面看这些墙面的话，全是用一些黄土砖给砌起来的。这种墙呢，用的那些土的话叫夯土，然后它是里面有加一些，一般的话会加一些稻草啊，还有一些沙硕、一些沙石啊，加在里面来作为加固。这个丹霞洞穴呢，它是由红色的沙兽岩经长期风化、水流侵蚀形成的。哎呦，好多蜜蜂啊！这些夯土的出土历史的话，大概有4000年的历史了。你们看，它底下呢是用这些青石条，你看这个青石条那么大，一条在几百斤啊，全都是靠人力一块块搬上来的。我们上来的路途中，你就能知道那个路途有多难走、多艰难，还要走那些悬崖峭壁啊，想想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啊！而且还不得不感叹一下那些古人的毅力，还有一些智慧。据民间传说和地方志记载呢，这个黑塔呀，它是曾因地势险要、隐蔽性强，曾是清末至民国时期的藏身居所和据点。你看它的底下呢，是用的这些青石条作为地基，用这些青石条啦作为地基啊，是因为我们这个山洞呢，它的底质是比较松软的，然后用这些青石条做地基呢，可以使它更加的稳固，还能承重和防潮。你们看这边，还直接利用了原生的岩石作为地基的一部分。
既节省了材料，又增强了稳定性。然后住在里面呢，也是冬暖夏凉。这里呢，我感觉应该是属于一个侧门吧。你看这里也有一个台阶下去，一个楼梯。然后下来这里呢，我感觉有一些火烧过的痕迹，你们看。你看这里呢，都是有一些火烧过的痕迹。然后这上面黑黑的，感觉也是被烟熏的。看着这个痕迹，应该就是被烟熏的，那些石子都被熏黑了。然后这个上面呢，也是被烟熏黑的。以前应该这上面肯定是有住过人的。你说他们这一块区域是不是以前那些土匪围着一团、围成一圈，在这里商量着大事呢？然后这里呢，又是一个这种，好像是石头，一个台阶这样上去，走上来呢，又是这个宽敞的天然的山洞了。我们看一下这里，你看这里呢，应该是建的房子。这些呢应该是房间吧，我感觉。但是你看这些房子的那些墙已经开裂了，还是有点不安全的。然后这个底下呢，也就是一些黄沙。你看这里有很多这种洞，这个里面是有这种洞里面是我记得是有一种虫子生活在里面，把个洞掏开就是一种虫子。我记得那个虫子呢，好像还是一种中药。你们看，这里面呢也是一个房间。哦，这里面有蜜蜂啊，也感觉一走进来就。你们看，这呢也是一个房间，然后这里面你们看，这上面呢还打了一个个这样的洞。我感觉这里打的这些洞应该是要搭建2楼的，因为你们看这边呢陷入了一根木梁，所以我感觉啊，应该是为了搭建阁楼或者支撑楼板，形成双层空间。因为你们看这边呢，上面也是有一个窗户的。还有一种可能呢，应该是为了应对湖南的气候潮湿，因为土墙啊，它是容易吸潮，这些孔呢可以让空气对流，排出墙体内部的湿气，防止土墙软化发霉，同时还能调节室内的温度。你们看，它这一排房屋呢，都是建在这个洞口。你看这个房间里面呢，也放了一些青石，然后这里呢也是有火烧过的痕迹。这边的墙面呢也是烧的黢黑了。你们看这面墙呢，这里还打了一个洞。你看这些房子上面全都有这些一个个的小洞，我不知道这些洞是怎么出来的，是干什么用的？你说会不会是弹孔啊？你看这一排呢都是修有的房屋，然后有一些，然后都是没有门了。然后房屋的形式呢，大约都大差不差，差不多。这个山洞里的古代民居残垣呢，据说是为土匪所建，
好了，我们大概呢也转完了这一整个山洞了。我感觉啊，这个山洞应该是郴州最大的古代民居遗存了。而且这个山洞呢，还被中国地貌研究会会长黄基雅赞为中国之最世界奇观。而且呢，我们来的这一路过程中啊，还能看到郴州独有的单小地貌风格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是3D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别忘了点赞和订阅哦，拜拜。